他这一次几乎是把话讲白了。他说2026年不是普通的一年，而是一个旧世界正在崩解，新世界正在诞生的历史转折之年。而在这个转折里，他一口气点明了4件大事，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改写人类的命运。可偏偏帕克说，他们不会分开来慢慢发生，他们会在同一段时间里彼此牵引，像推倒的骨牌一样，一张接着一张，接连引爆。第一，中国会走向分裂，未来可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而是裂解成好几块。第二，欧盟会解体，那个我们以为坚不可摧的欧洲联盟会从内部一块一块地松动瓦解。第三，日本恐怕要面对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海啸，海底火山、毒气云，这些听起来像灾难电影才会出现的词，全都被他写进了预言里。第四，也是他要所有人现在就动手去做的一件事，全球性的粮食短缺正在逼近，饥荒的阴影会笼罩世界，他甚至非常直接地建议大家提早囤粮。听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念头，又是哪个算命的在吓唬人吧？可问题就出在，讲这些话的人是帕克。这些年，他押中的东西实在多到让那些最爱唱反调的怀疑者也说不出话来。英国脱欧，他提前好几年就讲了，当时几乎没人相信。川普第一次当选，当全世界主流媒体都认定他不可能赢的时候，帕克说川普会入主白宫。2017年，他说未来会有一场像流感一样的大瘟疫横扫全球。谁能想到没过几年，新冠真的来了，把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英国女王的离世，他也说中了。他当年讲，女王会撑过她的白金禧年，但之后健康会急转直下。后来的发展几乎一字不差。最近这1-2年，他又把矛头对准了中东。他一直反复强调，伊朗的军事与核设施会遭受直接的打击，而那场风暴后来也真的刮了起来。当然，帕克自己从来不装神弄鬼，他每一次都把丑话说在前头。他总是强调，这些只是他个人的直觉感应，是推测，不是铁板钉钉的命运，未来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说句公道话，帕克也不是一尊百发百中的神，这些年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有些他曾经信誓旦旦的预言，最后并没有成真，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从不否认。可正因为如此，他那些一次又一次精准命中的大事件才更显得不寻常。我们今天聊他的预言，不是要你把他当成不可违抗的天命，而是把他当成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递到你面前的一张提醒便条，信几分，怎么用，最终的判断永远都在你自己的手上。可正因为他押中过太多次，所以当他在2026年的年度大预言，以及后续一场又一场的直播里，把中国分裂、欧盟解体、日本海啸、全球饥荒这4件事摆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讲出来的时候，全世界数十万订阅者都安静了下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把帕克这4个警告一个一个摊开来，从头到尾讲清楚，讲透彻，也顺便看看在这些听起来末日般的预言背后，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在我们把这4件大事一件一件深入之前，得先说清楚为什么帕克会把2026年讲得这么重。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年根本不是4场各自孤立的灾难，而是一盘早就布好并且已经开始收网的大棋局。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张网已经一个脚一个脚地被现实给扣上了。帕克自己在直播里就反反复复地说，你们回头去翻翻我2026年的预言就会明白，很多事正在一字一句的照着我说的方式发生。他特别点到了伊朗，他早就预言伊朗会爆发一场革命，那个神权统治的体制会一步步走向终结。他甚至大胆断言，巴勒维王朝会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上。而当中东的局势一波接着一波翻涌起来的时候，帕克说这场革命的序幕其实已经悄悄拉开了。他还点到了委内瑞拉，他说那里会出大事，而后来的发展又一次落在了他预言的范围之内。对帕克来说，这些已经应验的部分，就是他要大家认真对待后面那些更可怕预言的底气。他像是在说，前面那几步我都走对了，你们真的确定要忽略我接下来的话吗？
而帕克之所以能把时间点讲得这么具体，靠的还是那一套印度的古老占卜纳迪叶，再加上他那位伙伴所做的大量印度占星推算。他说，叶片与星象一起告诉他，2026年3月15号之后，世界会开始面对非常严峻的问题，那是一连串政治动作的起点，也可能是一场战争的前奏。更精确一点，他把3月25号也重重地圈了出来。他说那是土星与太阳汇合的关键时刻。在那段古老的文字里，有一句话特别让人心惊。他说，一个来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会去威胁、囚禁，甚至除掉一些小国的领袖。帕克说，你看委内瑞拉的领导人被关押，这不就一字不差地对上了吗？而他更进一步的推测，这把火会不会接着烧到伊朗的高层身上？会不会是一次直接针对伊朗领导人的精准斩首，而不是大军压境的全面入侵？帕克的这张网还不止照着中东，他预言那场打了好久的俄乌战争会走向一个尾声，俄罗斯会保住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走廊，而战场的暗处还会有针对俄国工厂的秘密袭击。他还看到澳洲会崛起，成为一个在战略与科技上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把这些线索全部摊开来，你就会明白帕克为什么这么笃定了。在他的眼中，伊朗的革命、委内瑞拉的动荡、3月的政治风暴、乌克兰战场的收尾，这些都只是开胃菜，是那张大网最先被收紧的几个角落。而真正的重头戏，那4道足以撼动全球的冲击波，中国的分裂、欧盟的解体、日本的海啸、全球的饥荒，才正要一个接着一个地登上舞台。好，铺垫到这里，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一道冲击波。我们先讲第一件，也是离我们最近、最牵动华人神经的一件，中国的分裂。帕克对中国的预言其实不是这2年才开始的，早在2012年他就放出了话。他说中国会爆发一场巨大的变局，而这场变局的导火线很可能是在台湾周边的海域发生某一个事件。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艘船、一架战机，一次海上的擦枪走火，本来只是一个局部的摩擦，却像点燃了一根埋藏已久的引信。帕克说，这个海上事件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与经济冲击，会把中国内部那些积压多年的问题一次性的引爆开来。他还特别点名香港和蒙古会出现剧烈的动荡。回过头看，他这段话讲完没过几年，香港就真的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街头风暴，南海上那些有争议的岛礁也一步一步走向了军事化。对一个在2012年就把这些字写下来的人来说，这个准度确实让人后背发凉。而在2026年的最新版本里，帕克把话讲得更重了。他直接说，这是中共政权走向终点的开始。你要特别注意他的用词，他讲的不是垮台的那一天，而是终点的开始，是那条下坡路的起点。他预言中国未来会碎裂成好几个区域，然后这些区域会慢慢走向一种民主的邦联，也就是说，各个地方都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再用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在帕克的眼中，那个由一个中心牢牢掌控一切的模式会逐渐松开，地方的力量会重新生长出来，整个版图会从一块铁板慢慢变成一片各有生机的拼图。其实，你要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回头去翻一翻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帕克所讲的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根本就不是什么陌生的剧本。从春秋战国的群雄并起，到三国鼎立，再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在这片土地上分裂与统一，本来就像呼吸一样，一吐一纳，反反复复的交替着。帕克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他讲的不是一场单纯的崩坏，而是一次方向上的大转折。他所描绘的那种地方拥有高度自治，再用一种松散的方式重新结合起来的邦联，其实更接近一场全新的政治实验。在他的版本里，这片土地最终要走的，并不是回到过去的那条老路，而是在一场剧烈的阵痛之后，长出一种他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的全新的样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把孙中山这个名字放在这场重生最核心的位置上。那这会是一场血流成河的革命吗？帕克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不会像当年中东那种腥风血雨，
他认为这场改变虽然有时候也会伴随暴力，但本质上它是民众对贪腐、对权贵心腹的一场巨大反扑。他甚至点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他说，最早喊出要改变的那一批人，思想上反而是偏向毛派的。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年毛泽东会枪毙贪官，于是会有一部分民众延续着这种老传统，自己动手去对付他们眼中那些腐败的人。而当权力试图更进一步地掐住媒体，封死网络上每一个不同的声音时，这股怒火不但压不下去，反而会被越压越旺，最后逼出对民主的呼喊。你看，这个推演是不是很细，很有画面感？帕克还说，面对这种几乎要把整个政权掀翻的压力，最高领导人最终会被迫做出巨大的让步。他讲的不是某一个具体年份的事，而是再往后推几年的一个漫长过程。在更长远的未来，他认为中国会走出一条全新的路，一种以孙中山理念为根基的民主资本主义。这个说法非常特别，因为孙中山这个名字同时被海峡两岸所纪念，而帕克却把它放在了中国未来重生的核心位置。在帕克的描绘里，这一套新的模式不只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希望，还会反过来去影响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成为一种全新的典范。跟着这场巨变一起到来的还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西藏。帕克预言西藏会迎来解放，未来不再是那个与世隔绝的高原，而会变成一座世界级的精神灯塔。他甚至用了精神国家公园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它。他认为推动这一切的会是一个高速崛起的印度经济体，他断言印度在长线上会超越中国。另一件是中俄关系的大反转。帕克早就说过，俄罗斯会向东靠拢，跟中国越走越近。俄国供应石油与军事技术，两国联手挑战美国的霸权。这个趋势，这些年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可是在2026年，他话锋突然一转，他说中俄之间会出现裂痕，而裂痕的源头竟然是武器以及印度。一个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会因为军火生意与地缘利益的算计，开始貌合神离，从背靠背慢慢变成各怀心事。帕克对中国的预言里，最后还藏着一个很东方、很温柔的结尾。他说，当中国这台高速运转的经济机器慢下来之后，整个社会会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转变。古老的道教会复兴，风水、命理，这些被冷落已久的传统文化会重新被人们珍视。他相信那时候的中国会变成一个不再那么疯狂追逐物质，而是懂得从自己的历史与根脉里重新找回幸福感的国家。他不再把传统当成一种沉重的包袱，而是当成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基石。所以你看，帕克讲的中国分裂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崩坏故事，在他的版本里，那更像是一场剧烈的、痛苦的，可最终通向新生的蜕变。你可能会问，这种国家层级的大分裂跟我这种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帕克的预言里其实藏着答案。一个庞大帝国的松动，从来都不是地图上换几条线那么轻松。它意味着资金的流向会剧烈摆荡，意味着工厂、订单、工作机会会跟着重新洗牌，意味着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稳定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再理所当然。香港的故事已经给过我们一次预演，当一个地方的命运被卷进大时代的漩涡，最先被改变的往往就是那些在街角开店、在公司上班、在学校读书的平凡人的日常。帕克点名的蒙古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位在帝国边缘的地带，常常就是裂缝最先出现的地方。所以他讲中国分裂，讲的从来不只是高墙之内的权力斗争，而是一整代人可能要在动荡里重新寻找自己立足之地的故事。而西藏在帕克的版本里扮演的是一个格外特别的角色，他不把西藏看成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看成一个精神的象征。他预言，当高原重新向世界敞开的那一天，它会从一个遥远、封闭、难以抵达的地方，变成全人类都会仰望的一座心灵高地。配上他所说的印度经济长线超越中国，整个亚洲的版图在他眼中会慢慢从一个由单一强权主导的格局，变成一个多元的、更分散的、谁也吃不掉谁的新平衡。说完了东方，我们把镜头转到地球的另一端，讲第二件大事，欧盟的解体。
帕克对欧洲的看法可以说是越来越悲观，也越来越具体。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欧洲的崩解。他说，早在英国脱欧之后，欧洲瓦解的进程就已经悄悄启动了，脱欧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在他2026年的预言里，他描述的是欧盟那个统一框架的逐步崩坏，一个又一个成员国会开始追求更大的自主权，想把更多原本交出去的权利重新收回自己的手里。这就是解体的真正面貌。它不是某一天突然开个记者会宣布散伙，而是凝聚力一点一点的流失，是那股把大家绑在一起的向心力慢慢变成了各奔东西的离心力。帕克把火力特别集中在两个欧洲的核心国家身上，德国和法国。他预言德国会陷入麻烦，尤其是他一向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会遭遇沉重的打击。而法国呢，他看到的是激烈的街头抗争，社会的怒火会一波接着一波的翻涌。他甚至大胆预言，马克宏会以一种相当突然的方式离开政治舞台，成为法国政局的一个重大转捩点。你想想看，当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重要的引擎同时出问题的时候，这台庞大的机器还能靠什么继续往前开呢？更深层的危机是帕克所说的那股席卷全欧的浪潮。他预言反移民的情绪会在欧洲各地爆发成街头骚乱，从法国、德国到意大利、荷兰，农民和学生会一起走上街头。他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文化内战的尖锐对立，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族群会在西方社会里正面冲撞。与此同时，右翼的力量会大幅崛起，民族主义抬头，各国的庇护与移民政策会明显收紧，而这背后反映的是民众对现状积压已久的巨大不满。在帕克的眼中，这股力量大到足以从根基上动摇欧盟赖以维系的那一整套价值与秩序。经济上，帕克的警告同样让人心惊。他预言英国会迎来一场金融的崩盘，市场大跌，政局也跟着陷入混乱。他讲得非常细，他说现任政府会因为内部的斗争而瓦解，接着被迫提前举行大选，最后由改革党以非常微小的差距胜出，组成新的政府。不只是英国，他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金融版图。他预言最剧烈的一场震荡会是人工智慧泡沫的破裂。他认为在这一年的春天，科技股会迎来一次意想不到的修正，那些被吹得高高在上的科技公司会经历一场急速的全球性下挫。与此同时，他还预言一种主要的加密货币会出现严重的崩盘，跌幅可能高达70%，狠狠地动摇整个产业在全世界的信誉。他说这场下跌虽然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会像一道闪电照出全球市场深处那些早就存在的结构性弱点。他还预言加拿大和欧洲会被房市危机与通膨的浪潮同时夹击，物价飞涨，民生变得越来越艰难。对一个曾经准确押中脱欧之后英镑走强、欧元走弱的人来说，他这一次对欧洲整体经济的这份悲观分量真的很不一样。而所有这些动荡的最顶点，帕克放了一个让整个英国都不愿意听到的预言。他说查尔斯国王会离世，他预言王室会经历权力的拉扯与一连串丑闻的冲击，民众对君主制的信心也会跟着动摇。一个王者的陨落，在象征的意义上往往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彻底终结。帕克把这件事和欧洲的整体变局放在一起讲，仿佛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我们所熟悉的、稳定的、旧的欧洲正在我们的眼前一块一块地谢幕。你或许会觉得欧盟散不散，那是欧洲人自己的家务事，跟我们隔着大半个地球能有什么相干？可帕克描绘的那一幅图景，恰恰是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早就被一条又一条看不见的线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欧盟一旦真的开始松动，最先跟着晃起来的就是全球的金融市场，是汇率，是利率，是无数人辛苦攒下的退休金与储蓄，再来是贸易。欧洲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市场，一旦它陷入内耗与分裂，那些靠着出口过日子的国家，那些在供应链上环环相扣的工厂，全都会跟着打喷嚏。帕克讲的德国汽车工业受挫，法国街头动荡，英国金融崩盘，这些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的词，到头来都会顺着全球化这张大网
一站一站地悄悄传导到我们的物价、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所以对帕克来说，他讲欧盟解体，讲的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那几条国界线的变动，而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身在其中，彼此紧紧相连的世界正在发出的那一声松动的警讯。而且帕克说，这股动荡的浪潮根本不会乖乖地停在欧洲的海岸线上，它会直接漫过大西洋，扑向整个北美。他预言，美国会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撕裂，左翼与右翼的对立会激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他的描绘里，激进的活动分子与保守的群体会在街头正面碰撞，演变成一场文化上的内战。而某些突发的事件，比方说他提到的一场发生在纽约的病毒风波，会让本来就紧绷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他还预言，拜登会在这段时间离世，而美国的政坛会涌起一股意想不到的社会主义浪潮。把目光往北移一点，他说加拿大会陷入经济的动荡，抗议与领导层的危机会接连上演。再往南，他甚至预言美国与古巴之间会出现一次新的对峙。你把这些线索全部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帕克讲的根本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孤立危机，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从欧洲到北美正在同一时间一起经历一场剧烈的摇晃。那些我们以为永远稳固的旧秩序正在四面八方一起松动，一起发出吱嘎作响的声音。好，讲到这里，东方在裂变，西方在瓦解。可帕克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件事，才是真正让无数人晚上辗转难眠的，那就是日本的大海啸。这个预言的来头非常不一般，它不是帕克最近才灵光一闪想到的，而是要一路回到2015年他写的那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来自宇宙的讯息》。在那本书第73页附近，他记下了一段连他自己当年都看不太懂的预言。这段预言的源头是印度一种非常神秘的古老占卜，叫做纳迪叶。这些刻在叶片状薄板上的文字，据说是好几千年前的圣者所写下的，记载着无数人的命运，也偶尔会透露出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帕克说，当年他亲自去印度查阅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页时，整个人都被镇住了，因为在他完全没有透露任何身份的情况下，对方竟然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他出生的确切时辰。这些根本不可能被外人知道的细节，一个一个被读了出来。帕克说，那本来自宇宙的讯息，最让他自己起鸡皮疙瘩的，还不只是毒气云这一条。他翻到书里的某一页，回头再看，发现当年那些叶片，竟然连他自己往后的人生轨迹都说中了。叶片告诉他，未来他会站出来，对成千上万的人讲述这些预言。他说，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满腹狐疑，心想自己不过是个替人通灵的灵媒，怎么可能去对全世界的人预言未来呢？可是你看今天，他的频道聚集了将近数十万的追随者，每一支影片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听他说话。那个几十年前刻在叶片上，又被他抄进书里的句子，就这样一字不差地活成了现实。也正因为这些关于他个人的细节准到离谱，他才会对叶片里那些关于整个世界的警告如此地不敢轻忽。而就在那一次震撼的经历之后，这个古老的预言告诉帕克，未来有一个国家会被一团巨大的毒气云所威胁，而这团云会从那个国家的东北方向涌入。当时的叶片并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一个国家，只是说帕克自己的通灵能力会在事件接近的时候揭晓这个答案。帕克说，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2015年，当时的他一头雾水，完全不懂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把它搁在了那里。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帕克说，这个沉睡的预言开始一块一块的拼凑成型。先是有人替他查阅了其他来源的纳迪叶，这些彼此独立的古老文字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件事，那团毒气云，那场海底的巨变即将到来。更惊人的是，这一次叶片里浮现出了一个地名，叫做亚马托。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很陌生，可帕克一查才发现，亚马托正是日本在非常非常古老的年代里的旧称。你体会一下这件事的分量，
这个在好几百年前甚至更早就被刻下的预言，用他当年所能理解的语言，精准地标记出了那个未来会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帕克说，他现在倾向于认为，这所谓的毒气云背后其实是一场海底火山的喷发。一场深海里的剧烈爆发会把大量的气体与物质喷向天空，同时掀起滔天的巨浪。而帮他把这些古老的文字和天上的星象一一对应起来的是他的一位伙伴。他做了大量的印度占星推算，替他圈出了好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帕克特别反复强调，这些日子并不代表事情一定会分秒不差地在那一天发生，而是天象上需要格外警戒的高风险窗口，是提醒我们要打起精神的红灯。他圈出来的范围是2026年4月15号，一直到11月15号这一整段时间。他认为这期间天灾的风险会明显升高，而在这一段时间之中，有一个日子被他重重地画了一个圈，那就是2026年8月12号。那是一个新月之夜，木星、太阳、月亮会一起聚集在巨蟹的位置上。帕克说，这个时间点是他最担心的那一个触发点。除此之外，他还提到，在更晚一些，大约是2026年10月到11月之间，印度的南方可能会再出现一场巨大的海啸。他把这些日子一个一个排出来，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指着日历，告诉你哪几个要特别小心。而帕克之所以对日本这件事这么笃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是唯一一个看到的人。在日本，有一位以预知梦闻名的漫画家龙树亮，他在很多年前就梦见过在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海底裂开，岩浆喷涌而出，引发了惊人的海啸。后来他又一次梦见了同样的景象。在泰国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预言家，她在前一年的年底就隐晦地提醒泰国人，日本、台湾、香港这些地方在2026年要格外小心。她甚至劝大家那段时间最好别去这些地方旅游。你想想看，当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彼此之间根本不认识的预言者，全都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向太平洋这同一片海域的时候，那种巧合确实让人脊背发凉。不止如此，帕克在谈地震与火山的时候，还把范围拉得更广。他提到太平洋火环这一整圈的地震风险，特别是日本以北的区域。这几年大型地震的活动似乎正一一印证着他先前的说法。他甚至连意大利那一边都不放心。他点到了那不勒斯附近一个叫做坎皮弗莱格瑞的超级火山地带，那是一片让地质学家常年提心吊胆的区域。在帕克的描绘里，整个地球仿佛进入了一个地壳格外躁动的时期，从亚洲到欧洲，从海面到地底，到处都在发出不安的讯号。帕克还把这场天灾跟一盘更大的棋局连在了一起。他说，这场海底的巨变可能不只是纯粹的天灾那么简单。在那些古老的文字里，这团毒气云似乎跟一场战争纠缠在一起，一场发生在俄罗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较量。帕克说，这未必是面对面的全面开战，而更像是一种间接的战争，比方说网络攻击。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猜想。他说，会不会有一个本来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被某种人为的手段给加剧了，让它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天灾，骨子里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攻击。而这一切的核心，他认为最终都绕不开台湾。帕克说，2026年不会是台海冲突真正全面爆发的那一刻，但很可能就是这一切的开端。他预言，日本会因为区域的紧张被迫加速军事化，甚至发展出核武与核防御的能力，而这正是中国极力想要去阻止的。一场天灾，一场暗战，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台湾，在帕克的口中被编织成了同一张网。帕克在这一段其实点出了一个现代人特别有共鸣的恐惧，那就是真假难辨。在过去，天灾就是天灾，战争就是战争，界限清清楚楚。可帕克描绘的2026年是一个界限开始模糊的世界。一场海底的喷发，到底是地球自己的脾气，还是某种人为力量在背后推了一把？可能连专家都吵不出结论。
而当一个国家陷入这种既要防天灾又要防暗算的双重压力时，他几乎一定会选择武装自己。帕克说，日本正是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为了在这个越来越危险的区域里自保，他会被迫一步步走向军事化，甚至认真考虑发展核子下组的能力。而这恰恰会踩到中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你看，一场天灾的阴影就这样和大国的角力、邻国的猜忌紧紧缠绕在了一起，谁也分不开谁。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以及周边海域的亿万普通人来说，他们要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摇晃的地面，还有头顶上那片越来越浓的政治乌云。不过讲到这里，请你先别被吓得喘不过气，因为帕克在这个最黑暗的预言里留下了一束非常重要的光。他说，传递这些讯息的自称是师婆，透过那些叶片在向世人说话，而师婆给出的并不是绝望，而是安慰。帕克转述的核心意思是，这些灾难或许会发生，或许会让你感到恐惧，但它们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更不会毁灭这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末日。他说，叶片里传达的讯息是，在世界所有领袖之上，在所有灾难之上，有一股更高的精神力量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这个世界。帕克说到这里，甚至忍不住联想，这股力量会不会跟近年来被频频提起的不明飞行物有某种关联？因为在那些古老的叶片里，最近也出现了类似的暗示。这个转折让整段预言一下子从灾难片变成了某种更宏大、更耐人寻味的东西。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到底能做什么呢？这就带到了帕克要讲的第4件，也是他唯一一件要你立刻就采取行动的事：粮食。帕克对粮食危机的警告其实已经喊了好几年了，他很早就非常明确地说过，全世界会面临一场粮食短缺。他说得很沉重，他说这场短缺会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带来真正的饥荒，但即使是在富裕的地方，每一个人也都会感受到巨大的艰难。他把原因归结为好几个层次，一方面是地缘的冲突打乱了全球的粮食供应与运输，另一方面是接连不断的农作物欠收以及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他甚至预言过，连药品和食物的配给制度都可能在某些国家重新出现。把粮食当成最重要的一件事，反反复复地拿出来提醒大家，这在帕克众多的预言里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说明在他心里，这件事的权重极高。而现在，当他把这一条粮食警告跟前面那3件大事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那种急迫感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跟着想一想，一边是中国的巨变，一边是欧洲的动荡，一边是太平洋的天灾，这3股巨大的力量，每一股都会狠狠地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物流、能源以及农业生产。当这些冲击叠加在一起的时候，粮食和物价很可能就是普通家庭最先也最直接感受到痛的那个地方。帕克预言里反复出现的通膨飙升、房市危机，本质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你口袋里的钱会变得越来越薄，而货架上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贵，甚至越来越少。所以帕克才会给出那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提早囤粮。可是请你注意，这绝对不是要你去恐慌性的抢购，把超市给搬空。帕克的本意更接近一种未雨绸缪的古老智慧，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先为那可能到来的风浪提前准备好一艘能撑上一阵子的小船，家里多备一些耐放的米面、罐头、干货、饮用水，还有常用的药品。这些东西平常占不了多少地方，可一旦真的遇到供应中断或是物价暴涨的时候，它们就是让你和家人安心的底气。更重要的是，这一份准备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恐惧最好的方式，因为当你的手里有准备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会慌。恐慌往往来自于无助，而准备恰恰是无助的解药。我们再把帕克讲的粮食危机拆开来看得更仔细一点，他不是随口喊一句没饭吃，他是把好几条线索绑在了一起。第一条是天气，他反复提到接下来会有大量的农作物欠收，当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该放晴的时候却一场洪水，全球的粮仓就会跟着缩水。第二条是海洋，他特别点到渔业资源的枯竭，
要知道，对全世界一大半的人口来说，鱼就是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大海也开始给不出足够的鱼货，餐桌上的缺口就更难补。第3条是运输与冲突。一旦某个关键的航道、某个重要的产粮区被战火或对峙卡住，粮食就算种得出来，也运不到该去的地方。这3条线一起收紧，结果就是帕克所说的，贫穷的地方会出现真正的饥荒，而富裕的地方也得勒紧裤带过日子。这里面还藏着一条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线，那就是能源。你可能会问，能源跟吃饭到底能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现代农业从耕种、灌溉一直到肥料的生产，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能源。一旦地缘的冲突推高了石油与天然气的价格，肥料马上就会跟着变贵，运输的成本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到最后这些成本全都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到你餐桌上那盘食物的价格里。帕克预言里的那些动荡，中东的革命，欧洲的能源焦虑，本质上都会透过能源这条看不见的暗线，悄悄地去拧紧全球粮食的那一根弦。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某一件事出了问题，而是好几件事一起发作，彼此放大，环环相扣。这也正是为什么他要你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就提早做好准备。你不妨想象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那不是电影里那种末日场景，而是更贴近生活的东西。是你走进熟悉的超市，发现某些货架空了一半，是同样一篮子菜，价格悄悄翻了1倍，是你开始认真盘算家里的存粮还能撑多久。帕克的警告正是想让你在这个画面真的出现之前就先有所准备。这也是为什么在这4件大事里，粮食是唯一一件，它不只是要你知道，更是要你动手去做的事。讲完了这4件大事，我们不妨退后一步，看看帕克想透过这场直播真正想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你只听前面那些内容，你可能会觉得2026年简直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灾难，让人喘不过气。但帕克自己反反复复地强调，这背后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绝望的讯息，恰恰相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讯息。他说，无论是国家的崩解，还是大地的巨变，这些其实都是旧世界在退场，新世界在诞生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阵痛。在他所描绘的那一幅更宏大的图景里，这一切的最深处正在发生一场他口中所说的大觉醒。人类会在这场巨大的动荡之中，慢慢地从沉睡里醒来，重新意识到我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承受命运，我们其实拥有改变身边事物的真实力量。帕克在转述那些古老智慧的时候说，无论你信仰什么，或者你什么都不信，你心中善良的念头，你向这个世界发出的祝福与疗愈的心意，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都会产生真实的作用。他说，念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甚至认为，正面的思想、行善的举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减轻那些灾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像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正向的选择能够化解厄运一样。在他看来，当数十万人甚至全世界的人一起朝着一个更和平、更美好的方向去想、去做的时候，这股集体的力量是足以撼动现实走向的。这听起来或许有点悬，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比单纯的恐惧要温暖得多的视角。而且帕克并不是要你坐在那里空想就好，他说，那些古老的智慧也给出了具体的方向。无论是印度传统里的各种祈福仪式，还是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文化里发自内心的祈祷，都被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格外有力量。他甚至说，光是这个频道就有将近数十万人在收看。如果这么多人，再加上其他角落里同样在传递善意的人，一起朝世界发出一个正向的念头，那会是一股多么庞大的能量。他想做的其实是把全世界本来各自分散的善意串联起来，让大家不再只盯着彼此之间的那些分裂与对立，而是重新意识到拨开不同的肤色、语言、国籍，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人类，是同一群在不同身体里的灵魂。说到底，帕克把2026年形容成一场巨大的阵痛，
是有深意的，阵痛很疼，疼到让人害怕，可阵痛的另一头往往是新生命的诞生。他相信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不是走向终结，而是走向一次脱胎换骨的觉醒。当我们从沉睡里醒来，我们得到的不只是看清现实的眼睛，更是一双能够去改变现实的手。所以你看，帕克这4个听起来惊天动地的警告，中国分裂、欧盟解体、日本海啸、全球饥荒，把它们串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4个面向。一个关于崩解与重生，关于恐惧与希望，关于命运与选择的故事。他把最坏的那些可能性毫不留情地摊在你的面前，并不是为了要让你害怕，而是为了让你清醒，让你准备，更是为了让你记得，在最黑暗的预言里，他始终留着那一束光。最后，我还是要替帕克补上他自己最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这些终究都只是他个人的直觉与推测，未来从来都不是被写死的。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它最后有多准，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我们在此刻活得更清醒，更懂得珍惜，也更有准备。天要怎么变，我们未必能够左右，但是手里留点余粮，心里存点善念，脚下站得稳一点，这些事情永远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2025年1月底，希腊爱琴海上那座全世界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忽然开始疯狂地震，不是摇一下两下，而是一天摇几百次，一摇就是好几个星期。到2月初，短短10天之内累计超过7700次地震。2月5号晚间更来了一次规模 5.2 的强震，是那一整轮地震活动中最大的一次。希腊政府几小时后就宣布圣托里尼进入紧急状态。到2月10号，地震次数已经突破12000次，而且这一天又来了一次规模 5.3 的，比之前的还大。欧洲与地中海地震中心的秘书长博苏公开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的话，他说正常情况下，地震序列应该是先来一场大的，然后余震的震级和频率随时间递减，但圣托里尼的情况恰恰相反，震级在随时间增大，频率也在加快，这意味着最大的地震可能尚未到来。你想想看，一座以蓝顶白墙和爱琴海日落闻名全球的旅游胜地，忽然变成了地震学家口中前震序列的可能候选，已经有超过11000人从岛上撤离，机票和渡轮票抢购一空。而圣托里尼脚下是什么？是一座仍然活跃的火山。这座火山在大约3600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史诗级的大喷发，那次喷发被认为直接摧毁了欧洲最早的先进文明之一米诺斯文明。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柏拉图笔下那个一夜之间沉入海底的亚特兰提斯，原型就是被这次喷发毁灭的克里特岛文明。而1956年，圣托里尼附近曾经发生过规模 7.5 到 7.7 的极浅层地震，在临近的阿莫尔戈斯岛东南岸掀起了高达25米的海啸，圣托里尼岛上至少53人罹难。所以你明白了吗？这不是一般的地震，这是一座沉睡了几千年的巨兽脚下在翻动。而且你知道圣托里尼这座岛到底是什么吗？你去那里旅游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美丽的悬崖峭壁、白色的房子、蓝色的圆顶教堂，其实都建在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边缘上，整座岛就是一个火山口的残骸。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里发生了一次规模可能达到火山爆发指数6到7的超级喷发，喷出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那次喷发直接把岛的中心部分炸成了粉末，海水灌入，形成了今天你看到的那个美丽的火山口海湾。而距离圣托里尼仅100公里的克里特岛上，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米诺斯文明，被海啸、火山灰和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彻底摧毁了。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次文明被自然力量终结的案例。有意思的是，古代文献中对这次大喷发有过许多隐晦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天降十灾的描述，比如天空变暗3天3夜，水变成血色，蛙灾虫灾接连爆发，这些都可能与圣托里尼火山大喷发造成的气候和环境灾变有关。而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描述的亚特兰提斯，那个一夜之间沉入海底的伟大岛国，
至今仍有大量学者认为其原型就是被圣托里尼喷发所毁灭的米诺斯文明。更有趣的是，希腊神话中赫菲斯托斯的火山锻造之火、宙斯投掷的雷霆闪电以及各种天火降临的描述，有没有可能就是古人对火山喷发伴随的地震光现象的记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猜想值得留在心里。好了，回到现代，2025年初，圣托里尼地震的恐怖之处在于，科学家非常清楚这座火山仍然是活跃的。上一次有记录的火山活动发生在1950年，而地下的岩浆房一直没有冷却。如果地震活动是岩浆在地下重新运动的信号，那么事情就远比地面上的摇晃要严重得多。虽然希腊地震学家后来表示地震活动有减弱趋势，但他们同时强调绝不能排除更大地震甚至火山活动的可能性。希腊政府已经在圣托里尼设立了逃生港，让渡轮可以在灾害来袭时紧急疏散群众。一座旅游天堂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末日做准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空中出现了那个东西。但真正让这件事从地质新闻变成全球热搜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天空中出现的东西。2026年3月底到4月初，爱琴海地区再次发生数次小规模地震。就在这些地震前后，土耳其和希腊上空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天空异象。有人拍到不寻常的光束从地面方向射向天空，有人拍到发光的球体在云层中悬浮移动，更有人拍到一个巨大的光轮廓出现在云层之间，展开的形态酷似一个张开双臂的人形，带着某种翅膀般的光晕。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无数人在影片下面留言说同一句话：末日天使，末日天使。这4个字一出来，整个互联网都炸了。有人说这是上帝的警告，有人说这是外星文明的投影，有人说这就是启示录里写的天使降临的前兆。而科学家们呢？他们摇摇头说，先别急，这东西我们见过，它有个名字，叫做地震光。好，那我们就从科学开始讲。但我先提醒你一句，科学讲着讲着，你会发现它忽然就讲不下去了。地震光这个概念，人类记录它的历史其实非常非常长。在日本古代的一首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意是地球温柔地对大山说，震动吧，并发出光照耀天空。中国古代典籍《震兆六端》里面写过，夜半天黑之时，忽然天开亮，光明照耀，无异白日，那就是地震要来了。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远在瑞典教堂里的钟都被震得晃来晃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地震之一。事后哲学家康德就记载说，地震前8天，卡迪斯附近的地面上爬满了从泥土中钻出来的蚯蚓，天空出现了强烈的闪电，动物表现出惊恐不安。1920年，中国海原发生 8.5 级大地震，死亡超过20万人。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和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震前的地光现象极为突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中，很多人都描述了那一道划破夜空的蓝色强光。后来有一部讲唐山故事的电影，名字就叫《蓝光闪过之后》。也有人说看到的是红光。1930年日本伊豆地震时，距离震中70英里外的地方都能看到天空中的异光。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前，居民报告说看到了一团橘黄色的闪光。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前，有人拍到了天空中漂浮的彩色云朵。2021年墨西哥格雷罗地震在墨西哥城引发了天空闪光。2022年1月，中国青海门源发生 6.9 级地震，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团光球腾空而起，一瞬间夜晚亮如白昼，紧接着地面就开始剧烈摇动。你看，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口耳相传的诗歌到高清监控摄像头，地震光一直在被目击。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呈现出的形态千奇百怪，有的像白色的闪光，持续不到1秒就消失了；有的像漂浮在空中的发光球体，在空中悬停几分钟；有的像从地面喷出的火柱；有的像大面积的天空变色，整片天空变成血红色或者诡异的蓝紫色，持续好几个小时；有的像彩虹色的闪烁火焰。
有的则像我们今天话题的主角那样，呈现出某种生物般的轮廓形态。科学家们的记录中，地震光可以在距离震中600公里远的地方被观测到，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地表局部放电能够解释的范围。而且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发现，在几十年的观测记录中，每当某个地区频繁出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时，过不了太久，那个地区就会发生地震。美国新墨西哥州在1915年到1952年间多次出现不明发光体的报告，2年后该地区就连续发生了4到5级地震。洛杉矶大地震前几个月上空多次出现 UFO， 科学家们后来研究后表示，那些所谓的 UFO 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地震光球，是地壳应力积累到临界状态时向大气中释放的发光体。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解释本身就很可怕，它等于在说我们脚下的地球在某些时候会向天空投射出巨大的发光物体，而我们至今搞不清楚为什么，也搞不清楚这种投射的机制是什么。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主流地质学界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些教授们翘着二郎腿说都是民间传说，巧合而已。震区的人精神紧张，看花了眼。直到1965年，日本长野县发生了松代大地震。一位叫野水玉的研究人员在元冈地震观测站拍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清晰的地震光照片。照片上天空出现了明显的红色条纹，有些像低悬的极光，有些像远方升起的蓝色曙光。这些照片白纸黑字地印在了学术期刊上，科学家们再也没法假装看不见了。1973年，德尔在美国地震学会公报上正式写道，地光现象的存在是确定的。从此以后，地震光从民间传说升级成了科学上已确认的自然现象。好的，承认它存在了，那下一个问题，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故事开始变得有趣的地方了。因为研究了几十年，科学家们提出了至少5、6种理论，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我一个一个跟你聊。第一个登场的是压电效应理论。1970年，芬克尔斯坦和鲍威尔提出了这个想法。你知道压电效应是什么吗？简单说就是某些晶体在受到外力挤压的时候，表面会产生电荷。自然界中有20多种晶体具有这个特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石英。2块石英轻轻一碰就能撞出火花，俗称打火石。1块水晶受挤压也会放电发光，俗称放光石。而石英恰恰是地壳中分布最广泛的矿物之一，所以芬克尔斯坦和鲍威尔就说了，如果大量石英在地震时同时受压，而且这些石英沿着地震波的方向排列，那么产生的压强在30到300帕之间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每平方厘米500到5万伏的平均电场。这个电场足以引起类似闪电的低空放电现象，地震光就出现了。听起来挺完美，对吧？但问题来了，很多科学家指出，地表的岩石实际上并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真正的巨大压力发生在地壳深处10几到几十公里的地方，而不是在地面上。压电效应在地表是不太可能产生那种级别的电场的，那地表的空气又怎么会被电离呢？所以压电效应理论只能算是一个有启发性的起点，远远称不上完美的解释。第二个理论是目前的主流假说，叫做正电荷空穴模型。提出者是加州大学的物理学家弗里德曼·弗洛因德。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地震前，巨大的构造应力会作用在地壳深处的岩石上，特别是白云岩和流纹岩这类岩石。这些岩石里面含有一种叫过氧键的化学结构，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过氧键会被破坏，氧气被电离成负氧离子。电离的过程会在岩石内部产生带正电的空穴，这些空穴就像电流一样，沿着岩石中的裂缝和断层一路向上传导。当它们到达地表，接触到空气时，就能使空气中的气体分子电离，形成发光的等离子体。地震光就是这样诞生的。弗洛因德的团队确实在实验室里用高压装置压碎岩石，观察到了岩石可以让氧化物离子化的现象。但问题在于，实验室里压碎一小块石头和真实地球地壳中数十万立方公里的岩石同时受压，这完全是两码事。从一小块石头的实验跳到整个地球地壳的现象，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而这道鸿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填补。第三种理论叫做摩擦气化模型，意思是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断层两侧的岩层会发生剧烈的滑动和摩擦，剪切带的温度急剧升高，如果附近有地下水，这些水就会被加热气化，同时摩擦本身也会产生大量电荷，而水气化之后会让岩石的导电率大幅下降，导致那些电荷没办法及时传导出去，就像堵车一样越堵越多，最后电荷积累到临界点，只能一股脑地释放到空气中，形成一次大规模放电，类似闪电，这就是地震光。这个理论听起来也挺合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只能解释地震发生那一瞬间的光，而大量历史记录显示，地震光有时候在地震前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就出现了，地震还没发生呢，断层还没滑动呢，哪来的摩擦，哪来的气化？所以这个理论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情况。第四种是氡气发光理论。氡是一种放射性惰性气体，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地震前兆观测指标之一。研究发现，岩石受到挤压震动的时候，氡气很容易从岩石中释放出来，而在大地震前，断层附近的氡浓度可以达到正常水平的5到10倍。有人就猜测，这些大量释放的氡气发生放射性衰变的时候会发光，毕竟各种惰性气体通电确实能发光，霓虹灯就是这个原理。但问题是，氡气具有放射性，和霓虹灯里的氖气、氩气性质完全不同，大概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氡气在自然条件下发光，所以这个理论只是纸面上看着有点道理，实际证据基本为零。第五种是气体扩散理论，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地震的时候，地下的甲烷等可燃气体沿着地面裂缝冒出来，被地震释放的静电一点就住了，产生了火焰般的光。这个理论的好处是简单直观，坏处是它只能解释地面附近那种火焰状的光，解释不了天空高处出现的大面积发光现象，更解释不了那些在云层中浮动的光球和光柱。第六种是地磁电离层理论，说的是地震前后地球的地磁场和地电场会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到大气中的电离层，使得电离层出现类似极光的发光效应。电离层在距离地面大约80到600公里的高度，而极光本身就是电离层中的气体被太阳风激发后发出的光。如果地震的电磁扰动能够影响到电离层，那么理论上确实可能在天空中产生类似极光的光。但问题是，地面的地震能量到底是怎么一路传到几百公里高的电离层的呢？这个机制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你看到了吗？6种理论，每一种都有道理，每一种也都有致命缺陷。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到今天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4年，加拿大魁北克自然资源部的地质学家泰里奥带领团队做了一项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系统研究。他们分析了从1600年到近代65次有可靠地震光报告的地震事件，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规律：全球大约 95% 的地震发生在2个或更多板块的边界上，这是常识，对吧？但是 85% 的地震光事件却发生在板块内部，而且特别集中在一种地质结构附近，那就是大陆裂谷。裂谷是什么？就是地球的地壳在某个地方被巨大的力量向两边拉扯撕裂开来，形成一个狭长的低洼地带。这种地震在全球地震中只占 5% 左右，但它却贡献了 85% 的地震光目击事件。泰里奥说，裂谷中那些垂直而笔直的断层结构就像是地下的高速公路，让深处产生的电荷能够高效地冲到地表。而剩下的 15% 的地震光呢，大部分与2个板块互相滑动的转换断层型地震有关，而不是一个板块俯冲到另一个板块下方的隐没带型地震。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偏好。此外，他们还发现地震光更多的出现在地震之前或者地震期间，而不是地震之后。这个时间规律也很重要，因为它暗示住地震光可能跟地震前的应力积累过程有关，而不是跟地震本身的能量释放有关。弗洛因德就是提出正电荷空穴理论的那位科学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如果你住在地震多发区，而你看到了天空中出现奇异的光，
那它们也许就是大地震正在逼近的早期警报信号。好了，回到爱琴海，圣托里尼位于什么地质环境？它正好坐落在非洲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区域，脚下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系统，周围遍布着活动断层。2020年10月30日，爱琴海曾发生过一次规模7的强震，震央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省外海。美国地质调查所测报深度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那次地震，整个爱琴海地区都有感，连伊斯坦堡和雅典都感受到了晃动。拥有430万人口的土耳其第3大城伊兹密尔首当其冲，有58栋建物完全倒塌或严重毁损，搜救行动持续了好几天。地震还在希腊萨摩斯岛和土耳其沿海引发了小范围海啸，海水冲进住宅区和港口的画面，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爱琴海的另一面。最终那次地震在土耳其和希腊共造成116人罹难，超过1000人受伤，有107人从瓦砾堆下被救出。那次地震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侧面故事。一位土耳其都市规划专家在电视直播中愤怒地说，每次地震挖出来的尸体都是穷人，有钱人都死不了。我有讲错吗？你什么时候在地震中看到过名人、富人、权贵大户的尸体被挖出来？他说的是建筑品质低劣导致房屋倒塌，而住在便宜建筑里的都是普通人。这番话虽然尖锐，但切中了土耳其常年的痼疾。而在灾难之中也有温情。原本因为地中海主权问题剑拔弩张、互相调兵恫吓的土耳其和希腊，因为双方都受了灾，反而暂时休兵。两国领导人互相致电慰问打气。所以当2025年初圣托里尼开始疯狂地震，而科学家说最大的地震可能还没来的时候，所有人脑海中闪过的都是2020年那次灾难的画面。然后2026年3月底4月初，爱琴海区域再度出现地震活动，天空中就出现了那些影片中的发光异象，被人们称为末日天使。用地震光理论来解释的话，爱琴海的地质条件确实符合泰里奥研究中那个高频发光区的特征，垂直断层密布，火山活动活跃，地壳应力长期积累，来自地下深处的电荷沿着断层系统冲到地表，在大气中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在风场和电场的共同作用下扭曲、拉伸、变形，恰好形成了一个看起来像人形或者天使的轮廓。而我们人类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倾向，叫做空想性错视，意思是我们会自动在随机的图案中辨认出人脸和人体的形状。就像你看云朵的时候，总觉得某朵云像一匹马或者像一张脸一样。听起来可以解释了，对吧？别急，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它就不值得我花这么长时间来讲，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会把整个故事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1984年7月12日，苏联礼炮7号太空站，这是冷战最紧张的年代之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上剑拔弩张，在太空中也在进行着激烈的竞赛。礼炮7号是苏联太空站计划中最后一座，也是最先进的一座单体式太空站。它在1982年4月发射升空，全长约16米，围绕地球运行。在它的使命期间，先后接待了6批长期驻留的机组人员和多批短期访问人员。但这座太空站的命运并不顺利，它多次遭遇系统故障，包括火灾和电力中断。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1985年，太空站完全失控，温度降到冰点以下，所有系统停摆。2名宇航员执行了一次近乎不可能的手动对接和抢修任务，才将它从太空垃圾的边缘拉了回来。这次拯救后来被拍成了一部俄语电影，但在那次惊险的抢修之前，1984年的礼炮7号上正在进行着一次漫长的常规任务。3名宇航员，指令长列昂尼·德基奇姆、飞行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以及担任机组医生角色的心脏科专家奥列格·阿特科夫，已经在这个狭小的金属圆筒里漂浮了整整155天。太空站里的空间大约相当于一辆大巴的内部，天花板是白色的，左墙是苹果绿色，右墙是米色。这些颜色是专门请室内设计师设计的，目的是让长期生活在里面的宇航员感觉更舒适一些。但5个月的幽闭环境仍然是对人类心理承受力的极限考验。太空站有大约20扇窗户，
每扇窗上都装了遮阳板和可拆卸的保护玻璃面板。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那天发生了让所有人都无法解释的事情。忽然之间，一片耀眼的橘色光芒从太空站外部涌入，完全包裹了整个太空站。注意，这个光不是从窗户照进来的，而是穿透了完全不透明的舱壁。在太空中，太空站的舱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层结构，能够抵挡宇宙射线和微流星体的撞击，是绝对不透光的。但那道橘色光就这样穿过了不透光的金属壁，照亮了整个太空站内部。光芒亮到什么程度呢？3名宇航员都被暂时闪瞎了。等视力慢慢恢复之后，他们第一反应是查看太空站是否发生了爆炸或者起火。他们赶紧冲到各个舷窗向外张望，想找到光源。然后他们看到了在太空飞行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画面。太空站外面漂浮着7个巨大的发光体。据3名宇航员的描述，这些发光体的外形是人形的，有面孔，有身体，有张开的翅膀，有光环。每一个的大小大约相当于一架大型客机，大约25米高，展开翅膀的宽度约60米。它们就那样静静地漂浮在太空站外面，跟太空站保持着同步的速度飞行。最让宇航员们感到震撼的不是它们的外形，而是它们的表情。宇航员们说，那些天使在微笑，而且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3名宇航员都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平静和安详的感觉，一种从外部传来的非常舒适的交流感。然后这些发光体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你大可以用长期太空飞行的压力导致集体幻觉来解释。155天的太空生活确实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影响，但是12天之后，1984年7月17日，联盟 T-12号飞船与礼炮7号完成了对接，3名新的宇航员登上了太空站：弗拉基米尔·贾尼别科夫、斯维特兰娜·萨维茨卡娅和伊戈尔·沃尔克。萨维茨卡娅有一个重要任务，她要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完成太空行走的女性，这是苏联和美国太空竞赛中的一个重要棋子。然而就在这3名宇航员抵达太空站后不久，那个橘色光芒再次出现了，太空站再次被完全包裹在光芒之中。6名宇航员，包括已经在站上167天的3位老成员和刚刚抵达的3位新成员，一起冲到舷窗边。7个发光的天使再次出现在太空站外面，带着微笑的面容注视着窗内的宇航员。这一次6个人同时目击事件持续了数分钟，然后天使们再次消失。好了，现在长期太空飞行幻觉这个解释就站不住了，因为第2批的3名宇航员才刚刚抵达太空站，他们不存在任何长期太空飞行的疲劳问题。那宇宙射线呢？宇宙射线确实可以在人的视网膜上产生闪光效果。宇航员们经常报告说，在闭眼的时候看到一些光点，那是高能粒子穿过视网膜造成的。但宇宙射线引起的闪光是随机的个人体验，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不可能6个人同时看到同一个形态完整的画面并持续好几分钟，更不可能6个人同时描述出一模一样的细节。带翅膀的人形有光环，在微笑，大小相当于客机。宇航员们返回地球后接受了极其严格的身心检查，所有人全部通过，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的迹象。苏联官方从未正式否认过这件事的发生，只是要求宇航员不要公开讨论。这件事在冷战期间被严格保密，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逐渐被公开报道和讨论。而且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1984年在礼炮7号上前后一共有3批宇航员访问，除了上面提到的2批6人之外，4月份还有一批3人来过，分别是马雷舍夫、斯特列卡洛夫和印度宇航员拉凯什沙尔马。这3个人并没有报告看到天使。有些质疑者认为这是故事被编造的证据，但支持者指出，天使只在7月出现了2次，不是每次都出现，不在场的人看不到很正常。那么 NASA 那边呢？据报道， NASA 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一次记录到类似的现象，有人观测到不明的发光体从地球方向直接飞向太空，然后迅速消失，形态和苏联宇航员描述的天使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且在国际太空站服役的历年宇航员中，也偶尔有人提到过在太空中看到过无法解释的光芒现象。
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不公开讨论这些经历。你想想也能理解，如果你是一名宇航员，你的职业声誉和未来的太空任务机会都取决于上级对你精神状态的评估，你会公开说自己在太空中看到了天使吗？大多数人不会。这也是为什么礼炮7号事件格外珍贵，因为它涉及6名宇航员在2个不同时间点的一致证词。这种规模的目击事件，即使想隐瞒，也很难完全隐瞒，最终还是在冷战结束后浮出了水面。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第2次天使出现的时间恰好是新一批宇航员抵达太空站后不久，而这批宇航员中的萨维茨卡娅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使命，她要在几天后完成人类历史上第1次女性太空行走，以抢在美国女宇航员凯瑟琳·沙利文之前创造这个纪录。这是冷战太空竞赛中苏联势在必得的一次宣传胜利。而就在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和军事时刻，天使出现了。如果苏联官方认为这件事是宇航员精神失常的表现，他们一定会立刻取消萨维茨卡娅的太空行走任务，把所有人召回地面接受精神评估。但他们没有。萨维茨卡娅在7月25日照常完成了太空行走，创造了历史。这至少说明苏联地面控制中心对宇航员的精神状态并没有真正的担忧，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些天使，但他们相信宇航员们的精神是正常的。现在我们把2条线索放在一起。第1条线索，爱琴海上空出现了被称为末日天使的发光异象，发生在地震活跃期。第2条线索，40多年前苏联太空站外面出现了形态高度相似的发光天使。如果这2者之间存在关联，那么这个关联是什么？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关联，那为什么相隔40年，相隔地表和太空2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中出现了如此相似的东西？我们先从可能存在关联的角度来想。从纯科学角度，近年来有一个模型越来越受到关注，叫做岩石圈大气层电离层耦合模型，英文缩写是 LAIC。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拗口，但它说的其实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情。地震前，地壳中的构造应力变化不仅仅会在地面附近产生效果，还会像讯号塔一样把电磁信号一层一层的向上广播，从地球内部的岩石圈传到大气层，再从大气层传到更高处的电离层。而已经有多篇学术论文用卫星数据证实了这个模型的部分环节。举几个例子，2016年日本熊本地震前大约20分钟，日本密集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接收器网络就在震央上方的电离层中探测到了一个异常的电离层扰动。正常情况下，夜间的电离层扰动会向西南方向传播移动，但那个扰动反常地停留在震央上方，长达30分钟一动不动。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地表震央产生的正电荷在吸引电离层中的电子，就像一块磁铁把铁粉吸住了一样。2022年3月16日，日本福岛发生了规模 7.3 的地震，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报告了与地震同步的水平磁异常信号。这意味着地震不仅仅是地面在晃，它还在影响地球周围的磁场。而且在2008年法国发射的一颗专门用来研究地震与电磁关系的卫星上，研究人员在多次大地震前后都探测到了来自震央区域的异常电磁信号。这些发现都在暗示同一件事：地震的影响范围远远不止地面，它可以从地壳深处一直延伸到几百公里高的太空，而电离层在距离地面大约80到600公里的高度。苏联礼炮7号太空站的运行高度大约在300到400公里左右，你发现了吗？正好在电离层的范围之内。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1984年7月12日，礼炮7号恰好飞越了地球上某个正在积蓄巨大构造应力的区域上方。也许那个区域在几天或几周后发生了一场地震，也许它最终没有震，但地壳应力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地壳深处的电磁能量通过 LAIC 耦合机制一路向上传导，穿过大气层抵达电离层，在太空站附近形成了某种浓度较高的等离子体结构。这些等离子体在太阳光或者地球反照光的照射下发出了橘色的光芒，包裹了太空站。而宇航员透过舷窗看到这些不规则的发光等离子体团块时，他们的大脑自动启动了空想性错视机制，把这些光团解读为带翅膀的人形。
这听起来似乎有那么一丝可能性，但立刻就有好几个致命问题挡在面前。第一，目前没有任何卫星数据或地震记录能够与1984年7月12日礼炮7号的具体轨道位置进行匹配验证。1984年的卫星监测网络远不如今天这么密集，很多数据根本没有留存下来，所以这个猜测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悬案。第二，即便 LAIC 模型是完全正确的，它描述的电离层扰动通常是大范围的，弥漫性的电子密度变化就像一大片雾气一样，而不是7个独立的、形态完整的、有明确轮廓的发光体。要在太空站旁边形成7个形态清晰的人形发光体，需要的能量聚焦程度和结构复杂度远远超出了目前任何 LAIC 模型能够解释的范围。第三，光芒是如何穿透不透明舱壁的？宇航员们报告说，橘色光芒穿过了完全不透光的金属壁，照进了太空站内部。等离子体的光是电磁辐射，而太空站的舱壁是为了阻挡宇宙射线设计的多层金属结构，可见光是不可能穿过去的，除非那个光的频率不在可见光范围，而是某种能穿透金属的辐射。但那样的话，宇航员的眼睛应该是看不见的。这个矛盾没有人能解开。第四，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等离子体为什么会微笑？没有哪个物理模型能够解释微笑这件事。你可以用空想性错视来搪塞，说那只是宇航员的大脑在随机的光团中强行辨认出了微笑。但问题是，6个人同时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微笑。空想性错视是高度个人化的体验。你看一朵云觉得像马，我看同一朵云可能觉得像狗。6个人不可能同时在同一团随机的等离子体中看到一模一样的面部表情，除非那些光团确实呈现出了某种具有类人面部特征的结构，让所有人都无法不把它解读为微笑。而如果那些光团真的具有稳定的类人面部结构，那它就不是什么随机的等离子体了。那它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没有答案。2022年9月，欧洲太空总署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在国际太空站上拍到过一张著名的照片，画面中一个巨大的白色光带在地球上方展开，看起来也像天使或大鸟展翅。那张照片引发了全球热议，但后来很快就有了明确解释，那只是一艘联盟号飞船发射时在大气层中留下的火箭尾迹被阳光照射的光学效果。这个案例说明，太空中确实可以出现看起来像天使的光学现象，而且可以有完美的科学解释。但礼炮7号事件不一样，那不是什么火箭尾迹，不是什么大气层散射效果，那是6名宇航员在太空站内部被强光包裹，然后透过舷窗同时看到的7个独立的、带翅膀的、带光环的、在微笑的发光人形，持续数分钟，而且出现了2次。那么让我们再把格局放大一点，有些研究者提出了更加大胆的猜测，他们认为地球本身可能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复杂的多的系统。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有磁场，有大气电场，有电离层，有范艾伦辐射带，这些看不见的力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电磁环境，就像一个洋葱一样，一层套一层。地震光可能只是这个巨大系统在某些极端状态下泄露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可见信号。我们之所以觉得地震光神秘莫测，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整体的理解还极其肤浅，就像一个原始人第一次看到闪电时会以为那是神的愤怒一样。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末日天使只是地球电磁系统某种正常运作模式的副产品，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科学工具去理解它。但也有人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思考，他们说，如果地震光是地球在某些时刻向外发射能量和信息的方式，那么这些信息是纯粹随机的杂讯，还是某种有组织的信号？为什么这些信号有时候呈现为球形，有时候呈现为柱状光束，有时候呈现为人形？有没有可能，地球作为一个有着数十亿年历史的庞大系统，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出了某种我们完全不理解的自我表达方式？这听起来像盖亚假说的升级版。盖亚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超级有机体。那么一个有机体在受到内部压力时向外部喊叫或者发出信号，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你可能觉得这太悬了，但让我再告诉你一个让人深思的事实，人类的每一种古老文明，不管是希腊的、中国的、
日本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的、美洲原住民的，都有关于天空中出现异光预示灾难的记载。这些文明彼此隔绝，语言完全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理位置横跨了整个地球，但他们对天空异光的描述却惊人的相似，都把它和某种超自然的警告或者神的降临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震兆六端说夜半天亮预示地震，日本的古诗说大地命令山岳震动并发光，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降临时总是伴随着耀眼的光芒和雷霆。如果地震光只是偶尔发生的随机自然现象，那为什么全世界彼此不相干的古代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它和神的信号联系在一起？也许这种联系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被我们遗忘了的古老知识。也许古人确实懂得解读大地发出的信号，只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能力。回到爱琴海，整个爱琴海地区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越来越密集的地质活动。2020年10月，规模7的强震造成116人死亡。2025年，出圣托里尼超过12000次地震的恐怖序列。2026年3月到4月间，再次出现地震活动，并伴随天空异光。这座地中海上的裂缝之海脚下的非洲板块正在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巨大的能量在地下日复一日的积累。科学家说，这些能量最终必然要以某种方式释放，问题只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而在这场人类与大地的漫长对峙中，天空时不时出现的那些光到底是在告诉我们什么？3600年前，圣托里尼火山大喷发的时候，米诺斯人看到了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知道，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留下了大量与神光和天空异象有关的壁画和宗教符号。米诺斯人崇拜一位被光芒环绕的女神，他们的宫殿壁画中充满了闪电、光环和天空中的神圣图案。那些图案有没有可能就是米诺斯人对地震光和火山喷发前兆的艺术记录呢？3600年后的今天，同一座火山上方的天空再次出现了发光的天使。历史是不是在重复？科学家告诉我们不用害怕，那只是石头里的电荷跑出来了。但科学家同时也告诉我们以下这些事情：他们至今不确定那些电荷到底是怎么从地下几十公里深处跑到地面上来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地震光偏偏只在大陆裂谷地带大量出现，而不是在所有地震带都出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地震光会在地震前几天甚至几周就提前出现，就好像它能预知地震一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地震光呈现为球形，有些呈现为柱状，有些呈现为人形，而不是随机的闪光。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距离地面300-400公里的太空站旁边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发光现象。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6个训练有素的苏联宇航员同时看到了带翅膀的微笑人形。6种理论，没有一种能解释所有现象。几十年的研究，最终的结论依然是3个字：不知道。也许有一天，科学会给出完美的答案。也许地震光的全部机制终将被破解。也许礼炮7号的天使终将被证明只是某种极其罕见但完全符合物理定律的电磁光学现象。也许爱琴海的末日天使只是一团被风吹成人形的等离子体，碰巧被手机拍了下来。也许一切都只是巧合，只是大脑的空想性错视，只是古人的迷信在现代社会的残留。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当你下次在夜空中看到奇异的光芒时，你会怎么想？你会告诉自己那是大地在放电吗？你会告诉自己那是电离层在波动吗？你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你的大脑在随机图案中认出了人脸吗？还是你会停下脚步，抬起头，认真地看一看那道光？1984年的那些苏联宇航员看到天使的时候，天使对他们微笑了。宇航员索洛维约夫后来在为数不多的公开场合中描述说，我们看到的是7个巨大的人形，有雾状的翅膀和光环，就像古典绘画中天使的样子。他没有解释，没有理论，他只是告诉你他看到了什么。而苏联官方把这件事归类为集体幻觉，然后关上了档案。但集体幻觉这4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如果它是幻觉，
那就应该是个人的主观体验，每个人看到的应该不一样。如果6个人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它就不太可能是幻觉。所以集体幻觉这个标签，与其说是一个解释，不如说是一种放弃解释。如果那只是等离子体，等离子体为什么要微笑？如果那只是幻觉，为什么6个人的幻觉一模一样？如果那只是地震光的延伸现象，为什么它出现在距离地面300-400公里的太空？如果那些都只是巧合，为什么3600年前和今天同一座火山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了同样的光？我们不知道答案，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个宇宙比我们以为的要奇怪得多，而我们脚下的这颗蓝色星球也远比我们以为的要神秘得多。下次当你看到爱琴海的蓝顶白墙照片时，也许可以想想，在那座美丽小岛下方的地壳深处正在积蓄着什么样的力量，而那股力量上一次释放的时候，它毁灭了欧洲最早的文明。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科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别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
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比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核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
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物流费用直线上扬。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2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
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 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
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 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油库存的处理。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2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
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尔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88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它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他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
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贤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太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贤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贤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住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
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咸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蹇，蹇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咸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
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美已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